大家好，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如何在 Amos 里面进行 SEM 的分析。好，那我们所使用的范例资料是由邱浩正老师他的量化研究与统计分析第6版。那这里面有一个组织创新气氛量表那它有6个因素，每一个因素里面有3个题项。那我们会利用这样子Amos 的软体来绘制成这样子的一个图形，然后进行所验证性的因素分析。好，那最后我们也会将适配度的一些指标，我们把它整理起来，然后来看一下这个整个模式的一个适配度情形。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 Amos， 然后来进行SEM 的分析。那进入 Amos 这个界面之后呢，各位可以看到左面就是一些绘图所常用的一些工具，那右边就是我们的画布。那首先呢，我们要把我们的潜在变项把它绘制出来。那要去找到这个按钮是绘制潜在变项，那先点选它，然后我们画一个大略的概略的大小。然后呢，在这个图形上面，这就是代表一个潜在变项。那这个潜在变项有3个题项，所以我们在这个潜在变项上面点3次，1、2、3，所以你就会看到有3个。这个方块就是每一个题项。那另外这边3个圈圈代表的就是它的 error term。那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图形先做一个转向。那这个按钮就是一个转向的功能。那转过来，那我们可以点选这个，这个是对称，保持对称。所以当我们要移动物体的时候，我们先把它保持对称，那就可以比较美观，它不会只移动某一个小的物件。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潜在变项，我们有6个潜在变项。那我们利用复制的工具，我们把它做6次的复制。那这就是一个复制的工具。那我们点选它往下拉，一次，再一次，好，3个、4个、5个、6个。好，那现在我们就有6个潜在变项。好，那每一个潜在变项有3个题项。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绘制的是这个6个潜在变项彼此之间的它的 covariance 的一个路径。好，那原本呢是你可以用这个工具，就是 draw covariance， 然后去做绘制，但是我们要画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它会有一点麻烦。好像它会是这样子画，像这样子，你要画很多次。好，所以我们先不要这样子做，然后我们先把这个先删掉。好，那我们可以利用 plugin 的一个功能来做快速的绘制。所以首先你必须先把这6个let 就是潜在变项先把它做选择。那你按这个 select one object， 就是每次只选择一个。那你选择第二一个之后呢，按住 Ctrl 键，再选取第2个，选第3、第4、第5、第6。好，都选完了之后，你到 plugin 这边有一个快速功能，你可以做 covariance， 那它就会快速的帮我们头画好了。好，那你按这个就是 deselect， 就是全部都不选。好，那我们就已经画好这个整个的路径图。好，那接下来它这边有一个功能是 resize the past outline to fit a page， 好，就是它可以把所有的图形很快速的放大到一整页上面来。好，那我们就完成了整个路径图。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要把每一个变项把它设定在每一个方块里面。
那首先我们要把我们的资料读进来，这是我们今天的范例档案资料。选择了它之后，你按 OK。好，那你会从这边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你按这个按钮，它就可以把所有的变项把它列出来。我们有18个变项，那你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第一个变项把它assign到第一个方块里面，重复这样的动作。这是第二题，第三题，就是第一个潜在变项，它是这3个题项。那我们就继续重复，这是第2个题，潜在变项，它是第4题、第6题。好，那第3个潜在变项就是7、8、9，接下来是10、11、12、13、14、15、16、17、18。好，这样子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对这个潜在变项进行命名。好，你可以按它的，在这个潜在变项下面按右键。好，那你选取这个 Object Properties。好，那这个 Variable Name 就是我们要做命名的地方。第一个潜在的变项是 Value。好，然后你再移到第2个潜在变项。好，第2个潜在变项是 Job Style。第3个是 Teamwork。第4个是 Leadership。第5个是 Learning。第6个是 Environment。好，这样子就全部都完成了。那剩下的就是这个 error term， 你也必须要给它命名。那有一个简便的方法，就是在这个 plugin 里面有个 name unobserved variables。你把它点选之后，它就会一一的把这个 error term 都进行命名。好，那这样子就完成了我们图形的绘制。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行各个参数的适合度的计算。我们首先要在这个 Analysis Properties 底下先做一下设定。那就是要先点选这个 Multiplication Index 跟这个 Standardized Estimates。点选完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去进行 Calculate Estimates。那在正式的进行计算之前，它会要求你把这个整个先做存档。好，那我们就给它一个档名。存档之后，它就会开始进行计算。那这个每一个彼此之间的参数，它都会运算出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从这个View Text 的这个按钮上面，那我们点选它之后，它就会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分析的结果的报告。那首先可以从这个 Model Fit 这边去看。那这个 Model Fit 这边有几个比较常用的一些指标，像这个是 Symmetry Degree Freedom， 是 2.008。那另外呢，像 INR 它是在这边 0.053， GFI 0.925， HFI、PGFI 这边，然后另外这边有像 NFI、IFI、TOI 跟 CFI 在这边。那另外这个有 Parsimony 的指标，像是这个 PNFI、PCFI 是分别是 0.718 跟 0.749。下面这边有个 RMSEA， 它是 0.157。那这就是我们大略的一些Model Fit 的一些指标。
另外呢，这边有一些是有关于 estimate 的部分，那各位可以看到这边就是每一个都有达到显著，这是它的 estimate， 最小的是从0.550到最大的是0.906。那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些结果呢，我们把它整理在这些表上面，像是这个 C 面除以 degree of freedom，那它的至少是要求的可以小于5，那我们的指标的结果是2.008。那像这些其他的goodness of fit 的一些指标，像 GFI、AGFI 要求是要大于0.9，那我们 GFI 是0.925，那 AGFI 是0.893，也是接近0.9。那 IMCA 它是要求小于0.1，我们的结果是0.057。那另外一些像是 incremental fit， 那这些指标都是要求在0.9以上，那我们这些指标也都有达到0.9以上。另外一些精简的适配指标，像是 PGFI、PCFI、PNFI， 那它要求要大于0.5，那我们的指标是0.6、0.7、0.7也都有大于0.5。那这就是我们最后整理的结果，那表示我们这个整个模式的适配度都还算是良好。好，那以上就是跟各位介绍今天如何用 AMOS 来进行 SEM 的分析。那这边是我们参考的一个网站上面的资料，以及邱华正老师的量化研究与统计分析的教科书。